但是美国政府长期在财政赤字的高位运行，只能靠借新债来还旧债。现在的28万亿美元的国债的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 GDP 的40%，可能美国政府永远都不可能还清本金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财长再一次发出警告，债务违约将引发一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并且会永久的削弱美国。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政府靠发行国债和印钞票来过日子。全世界也都知道，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28万亿美元，总有一天会支付不起利息的。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美国财政部长耶伦9月19号再一次就债务问题发出警告。他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迅速的提高联邦政府债务的上限，或者是暂停其生效，联邦政府将在今年10月出现债务违约，这会造成广泛的经济灾难。这已经是他在1个月之内第2次发出警告了。他认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那么在美国即使能够摆脱这场危机，也会成为永久性的弱国。但是没关系，美国国会一定会提高债务上限的，因为自1960年以来，美国国会曾经80次提高或者是暂停债务上限，仅仅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就静悄悄地提高了3次。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是指美国国会批准的一定时期内美国国债最大的发行额，本来是为了控制政府的债务，防止债务的失控。但是美国政府长期在财政赤字的高位运行，只能靠借新债来还旧债。现在的28万亿美元的国债的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 GDP 的40%，可能美国政府永远都不可能还清本金了。但是美国政府在支付利息的时候是从来没有违约过的，这使得美国国债在国际市场上仍然是高可靠性的投资标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大量的购买美国国债，能够按时收到美国政府支付的利息，这算是一笔不错的投资。按照美国2019年政府开支的统计，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之中大约有 62% 是强制性的支出，这个里面包括社会安全金、退休金、联邦保险金，还有失业补助等等福利。虽然数额巨大，但是美国的福利在发达国家之中还算是比较低的，可见其社会效率低下。还有大约 8% 是国债的利息，这2项是美国政府雷打不动必须支付的。如果发生违约，将导致美国政府的信用的破产，社会的混乱，就没有人会再买美国的国债，美国的债务就会像庞氏骗局一样破灭。这就是耶伦最担心的事情。美国财政支出中剩下的 30% 属于可支配开支，这个里面就包括美国那个世界最高的军费开支了。理论上美国政府应该可以从这一部分支出里面省钱，但是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大幅度的削减过军费开支，因为军队是美国维持世界霸权最好用的工具，美国绝对不会放弃。但是今年美国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到10月份美国政府账户上的可用的资金余额将会见底，不但国债的利息和国民的福利都可能发生违约，其他的资金也无法保证了。已经有美国的媒体提出让国会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向中东产油国定向发行1000亿美元的国债，以解燃眉之急。之后美国政府的税收入和印钞机就能够补上财政的窟窿。但是美国国会是不会轻易提高债务上限的，共和党一定会提出许多的条件让拜登政府接受，如果不接受就拖着。拜登政府很可能会再一次上演联邦政府关门的闹剧，关掉一些非要害部门以节省开支，然后再讨价还价，最后国会同意提高债务上限，双方皆大欢喜。这种闹剧从1976年以来已经上演过10几次了，都不用换剧本。所以全世界就等着再看一次闹剧吧。只不过这场闹剧之后，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对美国的信用产生怀疑。美国借新债还旧账与庞氏骗局并无两样，这场游戏还能持续多久呢？那就让我们等着瞧吧。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